爸，你挺自在的。哼，程烨，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你离开蓝星集团这么多年，公司那一大摊子事全交给我，自己在这找美女学英语，你好意思吗？这蓝星集团可是江省的龙头企业，我让你去做总裁，你还不乐意呢？我凭什么要当这破总裁？每天都是开不完的会。爸，我就想当一个游手好闲的富二代。你这样，我把蓝星集团还给你，你每个月给我2000万就行。哼，想的挺美。那老二，他为什么就能好好学习追求自己的梦想？这蓝星集团的总裁，你让老二去当，我不干。我警告你啊，别打你弟弟主意，更不许见他。你要是敢给我带坏头，我抽死你！爸，那老二他自己想干什么，跟我可没关系了。你叫我去听。陈总，您弟弟回来了。我们走。你看，这臭小子，你。爸，我回来了。儿子，嗨，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我入职蓝星集团了。蓝星集团，你不考博了？哎呀，考什么博呀？蓝星集团啊，看中我的论文，特别欣赏我，并且他们的董事长还让我担任公司的法人。法人？陈一鸣，你脑子坏了吧你？哎呀，爸，你不懂，蓝星集团是看中了我的能力。我儿子，你听我说，爸供你读书不容易，你这好不容易读到博士了，怎么能去蓝星集团呢？为什么？爸，你不是说我哥也是个大老板吗？我也像我哥一样成为有钱人，我要当成功人士。儿子，你是没见过你哥，你哥那人就跟钻钱儿一样，你可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啊！哎呀，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总之，这博士我不读了，我就要去蓝星集团。你这是造孽呢！陈总，您别唉声叹气了。不对，陈一鸣去蓝星集团这事儿肯定是我大儿子陈成业搞的鬼。小李，你给我查，一查到底，看看成业这臭小子整什么幺蛾子。陈先生，这就是总裁的办公室，请您在这里稍等一下，我去通报一下。好，麻烦您了。加油！我爸说了，我哥是个厉害的企业家，都是一个妈生的，我一定可以的。陈先生，您可以进来了。好。陈总您好，这就是我从来没见过面的弟弟。你就是陈一鸣。我看过你的博士论文，写的不错。谢谢您的夸奖。签了这份文件，以后你就是蓝星集团的法人。另外，我还给你融资总监的位置，年薪100万，让你全权负责3个亿收购青云公司的项目。3个亿的项目啊，这可是蓝星集团近期最重要的大型项目了吧？陈总，你真的交给我吗？没错。谢谢陈总，我一定会努力的，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这就是我崛起的第一步，我应该像我哥一样，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宇哥，你知道你有个哥哥？对啊，虽然从来没见过面，但是我爸跟我说，我哥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企业家？三爸，你爸真的是这么说我的？陈总，我爸说的是我哥啊。哦，啊，对，我说错了。啊，你先去吧。好。陈总，青云公司目前价值1000多万，你让您弟弟花3个亿收购，让您弟弟闯这么大的祸，是不是不太好啊？我要的就是他背不起。青云公司现在已经千疮百孔，快要破产，让老二花3个亿去收购，这么大的亏损，要么老二留在蓝星集团，要么我爸留在蓝星集团。薇薇，把他们都叫进来吧。是。小吴，你是青云公司的总秘书，如果你们总经理有别的想法，你就引导他完成收购。是。你是咱们集团最厉害的精算师，由你负责做收购预案，务必要让一鸣看不出其中的问题。明白。薇薇，你来统管大局，一定要利用一鸣对我们的信任，让他掉进青云公司这个大坑里。是。两边都是我的人，一鸣还能不上当？爸，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跟我斗。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啊，陈先生，我查到了，是您的大儿子让您的小儿子陈一鸣去收购青云集团。青云公司，那是陷阱啊！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害一鸣啊？他让一鸣一脚踩进这陷阱里，是想逼我选，是我回蓝星集团，还是要让一鸣来执掌蓝星集团？不行，不能让一鸣收购青云公司。你好，我是青云公司总经理李依然。我是蓝星集团金融总监陈一鸣，负责沟通收购青云公司相关事宜。各位，请坐吧。飞总，我们融资总监计划用3亿收购青云公司，这是我们的收购合同，请您过目。3个亿，李总，咱们公司现在就市值1000万，他们愿意出3个亿收购，咱们赚了呀。可是青云公司现在才市值1000多万，他们花3个亿收购之后，咱们不会有什么麻烦吧？那是他们愿意买，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您就赶紧出手吧。喂，爸。哎，一鸣，你不能收购青云公司。为什么？陈诚业那是给你做局呢。青云公司即将面临破产，你收购这种不良资产，到时候造成公司亏损，这口大锅下来，你背得了吗？快别闹了，爸，还不良资产，你会做生意吗？嘿，这臭小子，我还不会做生意了。哎，跟你说不明白。总之，
我要像我哥一样，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收购青云公司就是我的第一步。儿子，你就算是想当个企业家，那也不能愣着头往坑里踩吧？你听我的，签字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把青云公司的资产清算给做好，听明白？啊，我知道了，我挂了啊。喂，哎，快，喂，林女士，快签了吧！只要您签了这个合同，3亿现金立马到账。等一下，签字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下资产清算？陈总，您是想盘点一下青云公司的资产吗？对，陈总监，我非常欣赏你务实的工作风格，但是现在李总已经要开始签字了，您现在盘点资产会不会有点太耽误时间了？还有，陈总可在办公室等着您的好消息呢。如果李总因为您盘点资产突然变卦，不再出售青云公司了，您担得起责任吗？咱们还是尽快让李总签字，免得夜长梦多，您说呢？说的对，你说的对。李女士，请您尽快签了吧。这份合同我已经代表蓝集团签字了，只要你签了它，3亿现金立马到账。陈总监，您确定用3个亿收购青云公司吗？这个价格，您真的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请您尽快签吧。李总，既然他们铁心要买，您干嘛不卖呢？说不定呀，他们这种大公司能让青云集团发展的更好。好，我卖。好，既然双方都已签字，那麻烦苏秘书给他转账吧。好。总裁果然不出您所料，您父亲没有拦住您弟弟陈一鸣，已经收购了青云公司。好，给董事会那帮老东西通风报信。是。陈总，这是青云公司所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请您过目。好。几十万的资产，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最多也就1000万啊！苏薇，立刻停止转账！陈总监，转账已经完成。啊！喂，这一鸣，你花3个亿收购青云公司这种负资产，是怎么当了我总监？董事，是总裁让我收购。好意思，你是不是？你可是蓝星集团的龙司总监，收购案由你全权负责，这次3个亿的损失要全部承担。苏秘书是。陈总监，融资计划是您签的字，可不能把责任推到总裁身上。我建议你还是尽快想办法挽回集团的损失，不然你可今儿坐牢了。3个亿啊，这我可怎么还啊？陈成业那是给你做局呢。青云公司即将面临破产，你收购这种不良资产，到时候造成公司亏损，这口大锅下来，你背得了吗？你听我的，签字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把青云公司的资产清算给做好，听明白？陈总监，我之前跟你说资产清算的事，算了，要不我还是把钱退给你们公司吧。退款与支出可不能随意冲抵，我建议你还是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我只能想办法找我大哥了。找你大哥？你什么意思？你知道你大哥的身份了？
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他一定不会对我坐视不理的。我现在就去找我爸，求他让我大哥给我帮忙。爸，忙着呢。爸，别打了，别打了，别打！啊！这臭小子，竟然下刀害你弟弟！爸，你话可不能这么说。是老二他自己想要做生意，我只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展示自己的能力而已。你个臭小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费尽心思让一鸣被青云公司那些烂账拖住，不就是想逼我回蓝星公司处理吗？要不然，你让老二当蓝星集团的总裁也行啊，反正我不干。你想得美吧你！这蓝星集团总裁，你不当也得当。哎呀，爸，你怎么就那么倔呢？青云公司它就是一个大包袱，老二他主导着收购了青云公司，要么他为了这3个亿给蓝星集团打工一辈子，要么他蹲监狱。爸，难不成你忍心看着老二坐牢？哼，一个青云公司而已，你以为你爹我真没办法吗？既然青云公司是个烂摊子，那我就让它变成一座金山。什么？爸，青云公司它已经是生死存亡的时候了，想要起死回生根本不可能。不可能。那我就让你瞧瞧什么叫变废为宝。小丽，去把青云公司近5年来的财务报表都拿来。是。你呀，就是年轻。还财务报表？去，快！这些就是青云集团5年的财务报表了。还真是青云公司的财务报表。你哪来这些东西啊？臭小子，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不是5年的财务报表，你就打算用一个算法算？5年的财务报表而已，这小算法足够。这么多财务报表，就算是最专业的人来看，也得看3天3夜。您这么看，能看出个什么所以然出来？行了，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爸，青云公司5年的财报，你就用5分钟就算完了？算完了。而且我也已经找到了青云公司破产的原因，是青云公司名下1线城市养老服务公司。虽然是一个高端定制，但是它架构呢过于臃肿，所以导致了入不敷出。爸，你真以为你5分钟就能解决别人青云公司5年来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要是解决了，那你这辈子都别再提当富二代的事。行，我还就不信了。好，请。照我说的做。这些是青云公司部署在1线城市的养老机构，解散所有青云公司部署在1线城市的养老机构，将所有的资源倾斜于2、3线城市，甚至是县城。青云公司所有的资产都在1线城市部署，如果资源倾斜，就连现在的资金都保不住。能人所不能，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你。我现在就去安排。等一下，
还有最后一步。开放代理。是。爸，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爸，你别闹了，就你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怎么可能救得了青云公司？要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准备好，回去当你的蓝星集团董事长。别急呀，让子弹飞一会儿。陈先生，你果然料事如神。青云公司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全是来自2、3线城市的加盟商，他们都抢着加盟青云公司的养老院呢。你说什么？抢着加盟？对，粗略估计，光是收加盟费都能收到5000万，3天之内3个亿一定能赚回来。5000万？这还仅仅只是第一波加盟费，就能赚5000万？爸，难不成你真能点石成金？张小子，看到了吧？青云公司是不是盘活了？爸，你还真是老当益壮啊！既然青云公司的危机解除了，那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回去，做你的蓝星集团总裁去。哎呀，爸，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老二喜欢做生意，你就让他去做呗。反正我不干。嘿，你个臭小子在这儿跟我玩无赖是吧？行，小林，你先出去会儿。是。臭小子！爸，我可是你亲儿子啊！臭小子，你把手给我伸出来！我还没追究你责任呢，你敢让你弟弟背那么大的锅？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博士，万一下场了怎么办？臭小子，把手给我，给我！哎呀！哎，等等，你不能进去。星宇老师，这我家，凭什么不让我进？陈一鸣，你带我们跑了这么久，来这种地方干什么？我没见我大哥，只能通过我爸联系他了。只要我大哥出手，那3个亿一定有办法还上的。那可是3个亿，你大哥要是不帮你的话，你就做好准备，一辈子给蓝星集团打工了。你放心，我大哥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哎，你个小兔崽子，要不我老老实实的滚回去。爸，老板，陈总，总裁，您没事吧？老东西，你竟然敢打我们总裁！谁让你们进来的？都给我滚蛋！老二，你留下。老二，没错，我是你亲哥，你是我亲弟弟。爸，这怎么回事啊？金明，爸呢，其实就是蓝云集团董事长。这不大号练废呀，我在练你这小号，培养你好好读书的。所以，陈总是我亲哥哥啊。主要是我不想让你见这小兔崽子。你看你们俩一碰面，我惹了多少麻烦。爸，既然老二自己想做生意，你就让他做呗，大不了你也回公司，你们俩一起上阵父子兵。赶快滚一边去！你们看看我多大年纪了都，50岁正是闯荡的年纪。再说，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富二代，你为什么非逼着我当企业家呢？别给我胡说八道！一鸣，别听你哥胡说八道，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回去考博，争取给咱陈家弄个博士回来啊！爸，其实我还是想证明自己，跟你一样当个厉害的商人。你死的你们俩！行，你们爱干嘛干嘛啊！我走。
不是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放开我！给我老实点！别，放开我！放开我！你到底带我上哪儿？夫人，您要的人已经带到了。哎呦，小霞，好久不见呢！哎呀，我头发！没意思，你怎么猜到是我的？除了南大夏地下掌控者胭脂虎形小霞，谁还敢对大白天发言？我今天要赶到申城，但是今天临时有航空管制，用一下你的私人飞机。那你用就用呗，那不至于专程绑我一趟吧？你跟着我一起去。不是啥，你用飞机你就用，你拉着我干嘛呀？我在申城办了一个投资大会，你陪着我去当嘉宾。我，哎，你要是敢不去，我就去找人把你的2个儿子都做掉，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至于吧，小霞？我可就那俩儿子。儿子嘛，可以再生，反正我还年轻，还能再生。行，算你狠，我去。开车。哎呀，行了，这都到机场了，我还能跑了呀？什么时候起飞啊？半小时吧，加油就能飞。啊，我亲手做的，等会儿饿了吃。我啊，上飞机上睡一会儿。你要是敢跑，我弄死你！知道了。哎，等会儿，明天申城大降温，我连件衣服都没带，怎么办？真麻烦。哎，把你衣服给我。啥？我说把你衣服卖给我。哦，好，挣。那麻烦。几年不见，这小霞越来越凶。幸亏当年没跟她谈恋爱。这次去申城，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秦女士。放心吧，申城这次的投资大会是秦女士发起的，她肯定会到场。只要见到秦女士，咱们的新公司就能赚大钱了。Excuse me， 大叔，你怎么在这儿？依然，你认识这个保安呀？我之前开养老院的时候去大叔家里调研过，不过他之前好像不是做保安的。大叔，你来机场干什么？我去申城一趟，你呢？这么巧，我们也去申城。今天航空管制，你们怎么去啊？航空管制？真的航空管制了？这可怎么办啊？今天晚上要是到不了申城，咱们就没办法参加大会了。幸亏啊，你们今天遇到我，要不然还真耽误事儿。大叔，你的意思是你今天能带我们上飞机啊？想什么呢？这可是航空管制，什么飞机都飞不了，你能有什么办法？这私人飞机申请的航线呢，是不受航空管制管辖的。大叔，你别搞笑了，你有私人飞机吗？看这样子，你坐过飞机吗？还私人飞机呢？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哼，大叔，你有什么办法吗？当然了，那沿这条路直接上飞机就行。谢谢大叔。
哇，这就是私人飞机吗？你看这些座位居然这么宽敞，哇，这比头等舱还要豪华。这大叔的保安当的挺值啊，居然还能偷偷带人溜上飞机来。哎，这个位置怎么跟其他的位置不太一样啊？我来试试。啊，好舒服啊，这个真的。你好，女士，这个位置是飞机主人的位置，除了这个位置，其他的您可以随便坐。好。这飞机的主人是谁呀？我也不知道，等飞机主人上来了，我们跟他道个歉，请他带我们到centre城去。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 ，VIP 客户即将登机，各单位请做好准备。来了，一定是世界首富来了！哎，听说没有人见过首富，没想到我们居然有机会能一睹首富的真容。欢迎登机。大叔，老头儿，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这是谁的位置吗？你就敢坐？就是这个位置，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坐。大叔，您快起来吧，这位置不是您能坐的。你要真得罪了这位置的主人，您怕是有10条命也丢不起的。这位置主人不就是我吗？放心啊，没事儿。没事儿，老头，这是私人飞机，这位置是飞机主人的。咱们本来就是偷偷溜上飞机的，你还坐人家位置，不是罪加一等吗？偷偷溜上来？怎么可能？他们这安保没那么差啊！放心，坐。我们先回到我们的位置吧。你干什么？他肯定不能坐这个位置啊！你别管了，你还真想把这事儿捅到飞机主人那儿去啊？大叔帮我们带上飞机，这样做岂不深将仇报吗？哼！你好，先生、女士，请问几位需要吃点什么？请问有什么？我们的餐食都是起飞前5星级酒店的主厨刚刚做好的，有川、鲁、粤、淮扬4大菜系，您可以任意选择。这不愧是私人飞机啊，这待遇绝了！我要一份淮扬菜，我要一份粤菜。我就不点了，麻烦帮我把它加热一下。老头儿，这套餐可是5星级酒店的主厨做的，你居然不要？就是看你这打扮，没吃过私人飞机的套餐吧？嗨，你们不知道，就那帮大厨啊，一辈子就会那2道拿手菜，我吃都吃腻了。你还吃腻了？我看你是怕给不起钱吧？老头儿，你怕是不知道吧？这飞机上的乘务餐啊是不要钱的。大叔，这里饭菜的确不错，你可以尝尝。不了，我带的那些饭菜呢，是一朋友特意为我准备的，虽然简陋了点，但也是人家心意，不吃不浪费了。哼，真是不识货，要私人飞机的套餐不吃，还吃你那什么破盒饭。就是，等会儿热好了呀，给你们分点。我才不要呢！就你那破盒饭，能带什么好吃的？你们2个少说2句吧。大叔，你是不是担心飞机上的饭菜贵啊？飞机上的乘务餐真的是免费的。依然啊，我都说了，我那些饭菜是朋友特意为我准备的心意，你怎么就不信呢？哦，菜来了！哇，这不愧是5星级酒店大厨做的菜，太香了！这还有黄河大鲤鱼呢，这菜不得把这老家伙给馋死了！来，乘务员，我的餐呢？先生，您的饭菜热好了。行了，麻烦你们了，
你们去休息吧，我们这儿不需要服务。是。依然简陋了点，别介意啊。窝窝头，窝头确实简陋，像这种东西啊，扔垃圾桶里我都不会看一眼的。你们够了。大叔，谢谢你的好意，那我尝一个。啊，你要不要尝尝我的鸡组餐？我点的是粤菜，这里有鲍蛇捞饭，我给你盛一点。啊，不用，我呀不喜欢吃那些什么鲍鱼之类的，你吃吧啊。大叔，你只吃一个窝窝头，会不会不太好消化呀？谁说我只有窝窝头啊？鲍鱼、海参、大龙虾、鱼子酱。哎呦，我都说了不爱吃这些东西，小丫怎么还弄这？算了，你们尝尝。大叔，这就是你说的简陋饭菜啊？你怕不是对简陋有什么误解吧？就4个菜而已，让你们看笑话啊！啊，这海参不错，你来一个。别客气啊。那我们试一试。去试试。好吃。好吃吧？不是啊，大叔，我没想到您穿成这样，居然能吃得起这些，这些应该要花不少钱吧？就是，我看这个鲍鱼是正宗的一头鲍吧，一只起码要2、3万吧，还有这个大龙虾是蓝魔虾吧，起码一只要5、6万呢。大叔，你到底是什么人啊？这些东西啊，我平时真不爱吃，要不是朋友亲手做的，我才不吃。你那豆角看着不错，能给我加点吗？朋友送的，朋友送您这么贵重一顿饭，身份应该不简单吧？他呀，他好像搞了一个什么送外卖的，做的还风风火火的。什么？你朋友是送外卖的？送外卖的怎么能吃得起这种顶级食材呢？我看呀，就是他那送外卖的朋友把别人不要的餐给他的吧。有道理。我还说呢，这老家伙能有什么有钱的朋友送他这么贵的食材呢？什么叫别人不要的食材？这是他亲手给我做的，好不好？对，别人不要的食材，他亲手做给你的。哎呀，你们误会了，他不是送外卖的。不是送外卖的，还能有什么身份？他投资了一家送外卖的公司，做的还挺大，叫什么？投资？我没听错吧？就你们这个普通人也敢玩投资？大叔，开个股市的账号买几千的股票，那可不叫投资啊！哦，那你们跟我讲讲什么叫投资啊？我们这次去深城就是投资一个新的外卖平台，这一次呀可是要花好几百万呢，这才叫投资。你们也做送外卖的？我不太建议你们做。目前呢，我那朋友他的平台基本上已经垄断了国内所有的外卖业务，你们拿着几百万去跟他拼，还不是找死？垄断？大叔，你是想说个笑话笑死我吗？你说国内现在最大的平台天桥外卖是你的朋友？哎，对，就是天桥外卖。大叔，天桥外卖是秦小霞秦女士的业务，怎么可能是你朋友的呢？你们也认识小霞啊？哎，这菜就是她给我做的。什么？您居然认识秦女士？我当然认识她了，这顿饭就是她亲手给我做了，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老家伙，你少吹了！秦女士是赫赫有名的胭脂虎，怎么可能亲手给你做饭吃啊？怡然，你能不能不要再搭理他了？他就是个满嘴跑火车的骗子，你听他吹牛，你不觉得恶心吗？你们两个给我闭嘴！怡然，你这么凶干什么嘛？
怡然，他就是在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还护着他呀？胡说八道！要是没有大叔，我们就到不了深城，到不了深城，我们就见不到秦夫人，那我们项目计划就黄了。你们还在这为难大叔？一个保安而已，有什么可聊的？你还说，你要再这样说大叔的话，以后我们就别做朋友了。哎呀，好，我不说了，行了吧？大叔，你刚才说不建议我们做外卖。对，你们现在做外卖，难免会跟秦小霞产生正面碰撞，她绝对不会放任你们做起来。其实我们不是要和秦夫人竞争，而是要跟她合作。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的项目资料吧。哎，飞机上没信号，不然就能给你看我们项目资料了。没信号，有 WiFi 呀。我特意在飞机上装了卫星通讯模块。真的连上了。大叔，你是怎么知道这飞机上的 WiFi 密码的？因为这飞机就是我的呀，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这老头又开始吹了，再吹下去啊，整个地球都是他的。也不知道他给怡然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让怡然这么护着他。等会儿这老头要是再欺骗怡然，我就上去狠狠地揍他一顿，一定不能让怡然上当受骗。对，一定要帮怡然看清这老头的真面目。哦，我明白了，你是想通过算法优化辅助秦小霞的天桥外卖，实现了商家、骑手、顾客三方资源优化。对，这样做的话，我们跟秦女士就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倒是可以合作一下，我想她应该不会拒绝。太好了，那我现在就给秦夫人打电话，约她明天见面。打电话干什么呀？我直接把她叫出来就行。您的意思是，秦夫人现在就在这架飞机上吗？对啊，她就在那卧室里睡觉呢。走吧，我带你去见一下。太好了。卧室，他肯定是要对怡然图谋不轨。拦住他！给我站着！你们两个又干什么？怡然，你没听见吗？这后面是个卧室，他把你带进去，舱门一锁，要对你干点什么，我们救不了你啊！老流氓，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是你们误会了，我是想去把秦小霞叫起来。不信啊，我开门给你们看。老流氓，你别碰我啊！刘芳，你干什么？大叔，您没事吧？痛不痛？没事。刘芳，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哼，这种老流氓就该打。就是啊，从一开始他就只走空姐，我就知道他想干坏事。没错，这飞机飞在天上，咱们谁都跑不了。他要是想干点什么坏事，岂不是易如反掌？你们想象力也太丰富了点吧！你们三个人，我能干什么坏事？我说我们三个人上飞机怎么不买飞机票？原来是你一开始就计划好了，对不对？肯定是这样，你就是想对我们图谋不轨。你们都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我们是在教你啊，怡然，你千万不能轻信这种坏人的话。难道我们会害你吗？嘿，我还跟你们解释不清楚了是吧？行，你们让开，我开完门叫秦小霞出来给我作证，行不行？不可能！你这么着急开锁干嘛？这种情况，你越想做什么，我们越不能让你干什么。你别过来啊，小心我插你！这什么跟什么呀？真是！你们能不能别闹了？大叔都说了，秦夫人就在里面呢。不可能！要是这房间里真是秦夫人，我就……吵吵什么呢？老娘才刚睡着。秦夫人，秦夫人，没想到您真的在这架飞机上啊！秦夫人，我们不是故意打扰您睡觉的，都是这个老家伙，他要对我们图谋不轨，是我们才打扰的，对你们图谋不轨。我说陈明远啊，你可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啊！什么样的货色你都相得中。什么跟什么呀？这是她想要跟你谈合作，我就带她去见你，结果她两个闺蜜就误会了。秦夫人，你好。
这个倒是不错。你的小女朋友？没有。我跟他真的就是纯朋友。他弄了个算法，能辅助你的天桥外卖、商家骑手和顾客三方资源的优化。这项目你看了吗？我看了。既然你觉得能行，那我就同意了。等一下，我通知下面的人，明天的投资者大会就让他跟我一起上台吧。什么？秦夫人，你连我的项目都没看，就同意跟我合作了？老陈都已经看过了，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得，别烦我，我先睡觉去了。哎，好。大叔，大叔，没想到您真的认识秦夫人啊。这下总算相信我了吧？大叔，我服了。以后啊，我们就是您的马前卒。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能改改以貌取人的毛病？赶紧给他收去。大叔，对不起。算了，妍儿，明天的投资者大会呢，你得好好准备一下。以你的项目，明天投资者大会上最闪亮的人格肯定是你。抱歉，失陪一下。哎，爸，你怎么也来申城了？我还想问你呢，今天所有飞机都航空管制，你怎么到深圳的？蓝森集团的出差标准就是高铁，什么飞机？哦，行。哎，你来这里干什么？有朋友非要我到这儿当嘉宾。嘉宾？爸，你可不能这么胡说啊！这次的投资者大会可是南大厦地下掌控者秦夫人主办的宴会，你当什么嘉宾啊？臭小子，手痒了是不是？你老子我凭什么不能当嘉宾啊？哎，爸，我知道你做生意真的很厉害，可是这次不一样。我们蓝星集团充其量也是在江城有点地位，可是秦夫人心狠手辣，万一招惹她，我们蓝星集团根本不是盘菜。臭小子，秦小夏没你想的那么可怕。哟，哎，老家伙，你竟然敢直呼秦夫人的名讳啊！秦夫人呢，最忌讳别人喊她的真名，在秦夫人举办的宴会上，居然还有人敢这么嚣张呢！哎，两位，这位是我爸，年纪大了不懂规矩，你们见谅。陈一鸣，你好歹是上层社会的人了，应该知道年纪大了更应该讲规矩。胡说八道，小心祸从口出啊！是。哎，等等，你们刚才说什么？他最忌讳别人叫他的真名，为什么呀？老东西，既然你诚恳的问了，我就告诉你，听说呀，秦夫人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她以前的那个名字是她刻骨铭心的初恋让她改的。谁知道那个初恋是个渣男，对秦夫人始乱终弃，所以秦夫人才终身不嫁，连带着那个名字呀，也都变成了忌讳。这不太扯了吧？我什么时候成渣男了？爸，你疯了！你干什么呀你？不好意思，我爸胡说的，别往心里去。别，这个老家伙刚才说什么来着？你的意思是说你是秦夫人的初恋？没错，我跟小霞之间确实有过一段感情，这名字也确实跟我有关系，但是我绝对没有对她做出始乱终弃的事儿。你们出去别乱传。完了，陈一鸣，你爸胆子可不小啊！他居然敢说自己跟秦夫人有关系，你说这事儿要是让秦夫人知道了，你爸老命不保啊！哎呀，爸，你这不找死吗？你什么身份啊？你就是个退休的老大爷，就算你会做点生意，那能跟秦夫人有什么关系吗？我的确是小霞初恋，这事儿我是真没骗你。哎呀，爸，能不能别吹牛了？这是什么好事吗？你上杆子往上吹。你要真是秦夫人的初恋的话，她过来收拾你怎么办？哎呀，不会啊！我刚才跟他在一块儿。哎，我吃点东西。一鸣呀，别怪兄弟不照顾你，就你爸刚才说那番话呀，我要是给秦夫人传一传，哥，别，这话可千万不能传到秦夫人耳朵里啊！你就只会空口白牙说啊，难怪你跟你爹一个德行的，一点儿人情世故都不懂啊！
我懂，待会儿买下了赤城科技的股份，分你们一个点。每人1个点。行。哎，上当！今天你爸说的每一句话呀，一个字儿都不会让秦夫人知道的啊！走了，拜拜。还有事吗？爸，你要干嘛？儿子，你给他们钱干嘛？爸，封口费我都给了，你可不能再胡说了啊！你知道那2个点值多少钱吗？多少钱？起码值400万。400万？那你就更不能给他们了。你有我想给啊！要不是你胡说八道，我能给封口费吗？先不说这个，什么股份这么值钱？就是今天的明星项目赤城科技，李依然跟秦夫人共同创办的新公司，主攻外卖高效分配资源的高科技公司。今天要是能拿下1个点，明天转手卖至少值300万。李依然，那小丫头动作挺快的呀。是啊，前2天咱们才收购她的青云公司，没想到啊，转头她就弄个新公司出来。不过这一次啊，可是他们哭着喊着要跟他合作呢。照这么说，这合作还真得谈。都因为你说了2句话，这下好了，没得玩了。上来先亏2个点，大哥肯定要对我失望了。不就点股份吗？赤城科技无偿赠与陈明远先生10%的股份。爸，这你哪来的？李依然为了感谢我帮他介绍沈小霞认识，所以特意大爷，你可真是这个呀！这是什么意思？财神爷呀，刚才每叫一次小霞，我们就能多1个点的股份。他刚才叫了那么多声，那咱们岂不是？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有人上赶着送钱呢。爸，你真的，你少说2句吧。啊，不是，为啥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呢？我这就把李依然叫过来，看看这股份是不是他送给我的，行不行？大爷，你别闹了！李依然这会儿正跟秦夫人签合同呢，怎么可能现在过来？那就把他2个一块叫过来呗。巧了，电话都不用打，就省2个。大爷，你刚才不是说你跟李依然熟，又是什么秦夫人的初恋？你把他们叫过来啊！大爷刚才吹的那么大，不会这会儿怂了不敢叫了吧？这有什么不敢的？爸，你是不是疯了？那个是胭脂虎啊！你要死，那么别带上我啊！小霞没你想那么可怕啊，放心。哎呀，爸，你真别闹了，咱家这点家底可经不住你这么折腾。哎呀，你把心放肚子里，真没事儿。小霞，依然，我在这儿。刚才是不是有人叫秦夫人的名字了？就是那老头，好像是蓝星集团总裁他爸。蓝星集团这下完了。秦夫人，对不起啊，我爸他不懂事，您别见怪。让开！秦夫人，我爸他真是不是有意叫您名字的，那个他就是老年痴呆，对，老年痴呆了，您别跟他计较啊。完了，蓝星集团这就死定了。我手里还有蓝星集团的股票呢，这次恐怕都成废纸了。大叔，你来啦！你叫我干什么？没事儿，打个招呼吧。无聊，在这等着。大叔，那我们先上去讲话了哦。哎，秦夫人竟然没有当场动手。咱们这儿这么多人呢，秦夫人再怎么样也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人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个老头已经是个死人了。大爷，
没想到你为了充面子，居然当着秦夫人的面喊她的名字呀！陈一鸣，刚才他们说的什么2个点的封口费，我不要了，我怕等会儿啊，秦夫人找你们报复的时候，溅我一脸血呀！就是，我也不要了。那赶紧好呀，好几百万呢！谢了啊，有钱挣的也得有命花呀。我们先走，陈一鸣，你还是好好想想，你怎么活过今天吧你！哎呀，咱们要不赶紧出国吧？保命要紧啊！我说儿子，你怎么一遇到事就光想着跑啊？不跑能怎么办？上次是有你帮我，这次你自己惹是这么大麻烦，难道还有人帮你兜底啊？就你这还博士呢？你这书读哪儿去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啥事儿没有啊？我怎么跟你说不通呢？哦，对了，程烨有没有告诉你啊？这次要拿到多少股份啊？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定你股份呢？爸，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定你股份呢？废话，你为了这点股份你来干嘛？你惹这么大祸，我定你股份，能安全回家就不错了。赶紧说，程烨到底是什么投资计划？这次来，大哥给了我2000万的预算，说最好拿下10%的股份。10个点儿，有点少吧？10个点不少了，毕竟这次来现场的有好几个实力强横的对手，真要竞价拍卖的话，我们未必能拿下几个点。我手里呢已经有10%，也就是说咱们一共要拿下20%的股份。哎呀，爸，你怎么还在说那10%啊？虽然李玉然跟您认识，但他也不可能随便给你2000万吧？儿子，要没有我，他这事就成不了。给我10%又怎么了？行了，别废话，开始。大家安静一下。本次投资大会，我将拿出30%的股份供大家购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举牌竞价。为什么只卖30%啊？因为已经有10%的股份赠与首富陈先生了，还有60%的股份由我和秦夫人共同持有，保证决策权，所以只能卖出30%的股。什么？是那个传说中白手起家10年内就成为世界首富的陈先生？也就是说，这次项目是由您和首富同时参与？是的。华人首富看好的项目一定赚钱。别说了，这次拍卖我一定要拿下，不管能挣多少钱，能跟首富搭上关系，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完了，这项目有首富参与，这稳赚不赔的项目，我肯定抢不到股份。要是你爹我在这儿，你还怕拿不到股份啊？你这也没发烧啊，怎么还说胡话呢？有你这么跟老子说话的吗？爸，这可是首富都参加的项目啊！光凭首富一个人的名号，就有人哭着喊着上去送钱。我那2000万，人家根本不放在眼里。放心吧，你爸我要是开口啊，这30%的股份全都是咱。你就吹吧，还我吹吧？你给我看好了，我是怎么给你拿下这10%的股份？此次供大家购买的30%股份将分成3份，每份10%，将采取拍卖的形式，价高者得。第一次拍卖，请出价。我出2000万，我出2200万，太小气了，3000万。哼，这能跟首富搭上关系的机会，你们就出这点钱？我出5000万。王总，这是势在必得啊！还有人出价更高吗？好，那这10%的股份就归天启实业王总所得。哎呀，承让，承让。爸，你看见了吗？这第一次拍出来的10%的股份赚到5000万，我那2000万根本排不上号啊！急什么？不才卖了10%吗？还有20%。
爸，你懂不懂拍卖啊？这第一次拍卖的价格一般都是最低的，后面只会更高。那要不咱俩打个赌，我要是用2000万拿下这10%的股份，你怎么办？不可能。我要是办到了，你给我回去老老实实的赌。行，反正你也不可能买得到。接下来是第二份股份，现在开始出价。我也出5000万，我出5500万。你疯了？那可是5500万呢！只要能和首富搭上关系，这钱就花的值。5800万。王洪博，哥这辈子没求过人，不过这钱我暂时没有，咱俩一人出一半，各占5%，怎么样？行，都能和首富搭上关系，就咱俩一人一半。好，我出6000万。6000万，还没有出价更高的，没有的话就归发展科技张涛所有。好兄弟，等咱们下去私下分股份。行。哎呀，爸，这都交到6000万了。我们只有2000万，怎么可能中标啊？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我要是拿不下，以后你爱干嘛干嘛，我不管你了，行吗？哎，一鸣，刚才我们俩可是花了6000万才买下10%的股份，你欠我们的2个点儿可值不少钱呢。就是，我算算啊，哟，掐手指算的，那可是1200万呢。哎，慢点。刚才那2个点你俩不是说不要了吗？对，你们刚才说了不要的。不要就不要，反正你个老东西已经被秦夫人给记住了，我看着你们俩怎么完蛋。放心，这最后10%，肯定是咱们。爸，刚才跟大哥联系了，大哥说再多追加3000万的资金，我们最多只能动用5000万的资金。不用，说2000万就2000万。接下来是最后的10%的股份，请大家出价。喊价吧。爸，咱们只有5000万的资金，等有人先喊，咱们再喊，压住他们，才容易拍到。你懂不懂啊，爸？你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你喊多少都是咱们的。我替你啊，蓝星集团出价2000万。刚才都喊到6000万了，这会儿他喊2000万。哎呀，刚才秦夫人的股份卖了那么多钱，看上去心情挺好的，这下又要想起来他了。你不说我都忘了，他就是刚才喊秦夫人名字的老头吧？哎呀，爸，都是让你先别喊了，看看现在全场都在笑我们呢。他们笑他们的，咱拿到股份就行了。哎呀，区2000万，怎么可能拿得到股份？你确定要出2000万买这10%的股份吗？对啊，我儿子好不容易来一趟，这不拿点股份回去，跟公司没交代。好，成交。所有中标的人稍后跟我到后面签合同。什么？我没听错吧？秦夫人说成交了，我还没下架呢呀！哎呦，他凭什么拿区2000万就能买下10%的股份？就是啊，我们花6000万才拿下10%的股份，你凭什么2000万就能拿到？哎，我说你们至于吗？人家自己的股份爱卖给谁卖给谁，你们管得着吗？儿子，签合同。陈一鸣，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跟秦夫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就是啊，凭什么秦夫人把股份2000万就卖给你们？我怎么知道？我爸喊了2000万，秦夫人就直接说成交了。难不成你爸说的是真的？这真的是秦夫人的初恋？不可能！以秦夫人的性格呀，这初恋要是找不到倒还好，要是找到了，她指定活不过今晚。那秦夫人刚才为什么不动手？你傻！秦夫人刚才当着咱们这么多人的面没法动手，等到她签合同的时候，就该收拾这个老东西了。有道理。还愣着干嘛？赶紧追上去看看！哎，
陈明远，我们已经给了你10%的股份了，你怎么还是要股份？我不是说了吗？我儿子为了融资这事儿啊，专门跑一趟深城，这要拿不到股份，回去跟公司部没法交代。明明这10%的股份能卖6000万，你非要让你儿子用2000万买，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个人情，害我们损失了4000万啊！这没赚到手你就算亏损啊？小夏，账可不是这么算的。我不管，这就是你的问题。你看，都多大年纪了，怎么跟个小姑娘似的，耍无赖了啊？不行啊！别烦我。依然，麻烦去拿一下准备的合同。好，辛苦啊。说吧，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大不了我给你4000万。不行。行，你想怎么样？除非你亲我一口。哎，不准说不行！你要是敢说不行，我现在找人帮你儿子去。不是吧，小霞，你现在动不动就要弄我儿子，你过分了啊！过分？还有更过分的。你干什么？这不是。奇怪，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哎呀，这还用说？肯定是秦夫人呢，在房间收拾你爹呢。我爸这个人口无遮拦，胡说八道，万一再惹恼了秦夫人，不用再，就冲着你爸今天叫秦夫人名字呀，他就死定了。小霞，你看这个，不行，这好像是我爸的声音。小霞，你可是听我说，这可听着呀！呀，听你们这动静，你爸呀是个怕疼的。按照秦夫人的性子呀，现在这屋里拎着血呼撕拉的，老吓人了，我都不敢看了，我。爸！陈一鸣，你疯了！秦夫人是在房间收拾你爹的，你现在进去，你不是找死吗？你给我松手！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爸死了！陈一鸣，你疯了！秦夫人是在房间收拾你爹的，你现在进去，你不是找死吗？你给我松手！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爸死了！你现在进去，死的就是你们2个，那是我亲爹！你干嘛呢？李总，你看到我们之前交接会上，你可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爸死啊！大叔死了，怎么回事啊？我知道，我爸口无遮拦，惹恼了秦夫人，但我爸毕竟年纪大了呀，经不起折腾。要不我来替我爸接受惩罚？什么受惩罚？莫名其妙。秦姐姐，我进来了。小才，你别这样，小才，住！这么大人了，像什么话？秦姐姐，我进来了。不要进来！秦姐姐，我进来了。秦姐姐，我进来了。不要进来！李总，你怎么又把门关了？秦姐姐说了，让我们先不要进去。完了，看来呀，秦夫人这是气疯了。秦夫人肯定是怕里面的场面吓坏李总，所以才让李总进去。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哎呀，他们说我爸惹恼了秦夫人，在里面被秦夫人惩罚呢。触怒秦夫人？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李总，你可能不知道，秦夫人啊最讨厌别人喊她名字了，谁喊谁死呀。哎，今天啊，他爸喊了秦夫人好几次小夏，那秦夫人能轻饶了他爸吗？怎么可能？大叔和秦姐姐关系不一样，他们俩是老熟人了，不会出事儿的。
大叔和秦姐姐关系不一样，他们俩是老熟人了，不会出事儿。啊？他们关系不一般？我怎么不知道？李总，不是你搞错了吧？你放心吧，秦姐姐不会对大叔怎么样的。幸亏没有得逞，都几十岁人了还搞这些情情爱爱的，你凶不凶？你还有理了？这就是我爸声音，都喊成这样了，怎么可能没事？爸，谁让你们进来的？我不说让你们等一会儿吗？秦夫人，我想，请你饶我爸一命，他年纪大了，不懂事儿。确实是挺不懂事儿的。对了，依然，投了拿来了吗？在这儿呢，秦姐姐。赶紧让他们签了滚蛋，看着他们我就烦。好。各位，请吧。爸，你没事吧？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你要没事的话，你刚刚就是不要的，怎么回事？小屁孩儿，不该问的别问。我脚撞桌子不行啊！赶紧签你合同去，晦气！是呀，嘴硬。是呀，嘴硬。陈夫人，哎呦，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看一会儿方便吗？问。既然赤诚科技里面有首富的股份，您看什么时候有空能开个股东大会？我们呀想见首富一面。是啊是啊，我们也想见见首富。对。刚刚你们不是见过了吗？现在人刚走，你们又来问了。刚走？难道是？我是不是疯了？我居然以为陈一鸣他爹就是那位神秘首富。算了，既然你们已经是股东了，好，一会儿我就带你们见一见他吧。感谢秦夫人，哎，感谢秦夫人。秦夫人，我爸的事情，还请您千万别放在心上。走，赶紧走。是。哎，陈一鸣，秦夫人好像对你的态度特别差。是啊，我也纳闷啊。按理来说，我是第一次见秦夫人，怎么感觉她好像认识我很久一样呢？这个。喂，陈明远，我话还没说完呢，谁让你走了？大姐呀，我都受伤了，不能去不顾啊！老地方，吃生蚝。哎，老地方，说，你到底是选他，还是选我？小夏，你们俩是闺蜜，你这么问，让我很难做。我不管，反正我就是喜欢你。你要是不娶我的话，我就终身不嫁。我真娶不了你。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小夏。
30年前，就是在这里，你选择了程路遥，我泼了你杯啤酒，就跑掉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惦记这些干嘛？来，陪我吃饭。这个地方好眼熟啊！我之前小的时候八岛来生城，好像来过这个地方。王嬷嬷，哎，你确定秦夫人让咱们来的是这儿？哎呀，都问多少遍了，就是这儿。哎呦我的妈呀，这破烂地方，哎，那首富就来这小破店吃饭吗？哎，秦夫人不会是糊弄咱吧？你傻呀，糊弄咱们干什么呀？你想想，首富是什么人？什么人？4个字儿，天威难测呀！你要是搞得懂首富心思，你不就是首富了吗？有道理，那咱们赶紧进去吧。爸，怎么哪儿都有你呀？爸，怎么哪儿都有你呀？赶紧走，待会儿世界首富要来，你可别去问问他。我在这儿吃我的生蚝，碍着谁了？这老头怎么也在这儿？真晦气！陈一鸣，赶快把你爸弄走了，耽误了我们见首富的大事，你担待得起吗？不用麻烦了，你们不是要见首富吗？哎，是，劳烦秦夫人也见一下。这不就在这儿吗？这不就在这儿吗？他首富哦，秦夫人，您别开玩笑了。是啊，秦夫人，您就别蒙我们了。他怎么可能是首富？他为什么不能是首富啊？您看他穿的，全身上下加起来连100块钱都不到，首富怎么可能穿成这样？你刚才不是还说什么啊？天威难测，那也不能。爸，你真没开玩笑？我跟你开什么玩笑啊！依然给我那10%的股份，你以为是看神殿来？我爸是首富，是世界首富。傻儿子，看见没？这才叫深藏不露。哦，对，别忘你答应我的啊！回去考博。我还教他怎么做生意，我说他吹牛。老板，买单。你好，一共180。180。哎，傻儿子，拿好了啊。老板呢？老板，这个月的保护费该交了吧？还有，告诉你多少次了，这条街我们公司看着，要统一规划。你这破摊子，赶紧撤了。豹哥，这保护费不是刚交过吗？还有这地儿，我这老店都几10年了。老子说没交就没交，老子说得撤就得撤。老子告诉你，今天你要是不把钱和搬迁协议交了，老子砸了你这摊子！老子砸了你这摊子！周哥，还有客人呢。几位，不好意思啊，这儿今儿不营业，赶紧滚蛋！不过这位美女可以留下来，陪哥哥我喝2杯。李明，去给他个嘴巴啊，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尊重人。爸，这不好吧？什么好不好？让你删就删。老东西，你找死是吧？还删我？我看你是嫌命太长了吧？
愣着干嘛？删！来，删！往这儿删！混你妈！你他妈还真删是吧？给我打！住手！怎么着？想替他们求情是吧？行，只要你今天晚上陪我，他们2个我可以饶洗一个。你刚让一鸣打他耳光，是不是看他调戏我？你吃醋了？什么跟什么呀？我多大年纪了，吃什么醋啊？我就是看这小子帅。嘴硬！哎，我说你们2个还开始打情骂俏了是吧？给我打！聒噪！徐坤是不是没告诉你，这片儿谁都能动，就这个店不准动？你怎么知道坤哥的名字？到底谁呀？喂，徐坤，我在倒地上吃生蚝呢。你手下有个叫豹哥的，要调戏我。装神弄鬼，坤哥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坤哥，喂，豹子，你他妈想死别拉上我行不行？我告诉你，在你面前的是秦夫人，老子连给她提鞋都不配，你他妈竟然还想调戏她！秦夫人，我命令你现在立马给她跪下，求她饶你一条狗命，要不然我就把你丢到江里喂鱼。秦夫人，小的有眼无珠，小的该死，小的也不知道是您在这儿啊，您就饶了小的这次吧。哎，你们2个赶紧给秦夫人跪下呀！秦夫人，赶紧滚蛋！烦死了！是，我现在就滚。站着！您是陈大哥，您有什么吩咐？东西坏了，得赔吧？这老板下来了，精神损失费是不是也得给点？明白，赔得赔，双倍，好不？10倍为差。而且呀，以后这条摊子，谁敢动这个摊子一根毫毛，老子剁了他的手！老板，来，滚吧！真是让人心情。是，慢吃啊。喂，坤哥，我发现陈明远了。陈明远是10年前那位神秘首富陈明远吗？是的，就是他。你等着，等我过去。如果真的是他的话，我给你积极投供。好，我在这儿等你过来。鹏鹏，你刚才听见没有？那个豹哥好像认出来首富了，话都没说完就……听见了，他好像想叫陈，然后立马开口了。让这家伙闹腾，又有点饿了。哎，老板，再加10个串。身份藏不住了吧？还不是你多嘴。我这不是看不得几个小辈儿用不在鼓里吗？顺便啊，帮你教育教育儿子。包子，你确定你真的看见陈明远了？我确定，坤哥，陈明远我还能认错吗？不行，我得去确认一下。如果真的是陈明远的话，咱们就发达了，能搭上10大家族，咱们就再也不用当小混混了。秦夫人还在里边吗？秦夫人跟10大家族比起来，秦夫人算个屁呀！等着，来拿着。坤哥，你咋还给他们准备酒啊？万一不是陈明远，咱们就是来当给秦夫人赔罪的。万一是的话，你懂的。是，还是坤哥考虑的周全。走。哎呦，秦夫人，抱歉，实在是对不住，手下的人不懂事，冲撞了您。我这次来就是专门给您赔罪的啊。徐坤，你来倒是快啊！你手下的人该管管了，打扰我们吃饭的雅兴。是，秦夫人教训的是，我回去就好好收拾这帮不长眼的狗东西啊。
一点心意啊，不成敬意，这是给秦夫人还有臣啊，给各位压压惊啊。这位老板看着有点面善呢，咱们是不是之前见过呀？82年拉菲，徐总可真舍得呀！哎呦，老板好眼力，看来老板也是个懂酒之人呐。那我问一句，老板您贵姓啊？免贵，姓陈。哎呦，原来是陈老板呀！哎，久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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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秦夫人、陈老板，你们二位慢慢享用，今晚所有消费我来买单啊！那我们就不打扰各位的雅兴了啊！走。真是天助我也呀！居然真的让我逮到这个老东西了。当年10大家族联名发布通缉令，陈明远这个老东西就跑了，没想到10年之后能被咱们找到啊！立刻通知10大家族，这次这个泼天的富贵，我给你记头功了。谢谢坤哥，谢谢坤哥。走。师傅，您能给我签个名吗？行啊，拿笔。哎呀，我这出门怎么没带纸啊？哎，师傅，要不您就把名签到我这衣服上，回去啊，我就把我这衣服给裱起来。行，行了。爸，您真是首富啊！就是10年前横扫10大家族，然后悄然隐退的那个首富。对啊，那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呢？而且我小时候也没看到过你做生意啊。哎，你别看我，你自己看着办。这本来呢，我是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可换来的是什么？疏远、不信任。算了，我摊牌了。来吧，都坐。你们站着，我想多说话费劲。你们几个不就是想知道2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这20年前呢，的确有个所谓的10大家族被我收拾的是服服帖帖的。他们当时啊是垄断市场，强买强卖，把这市场搞得是乌烟瘴气。我也年少气盛，就用了点手段，把他们累积的那些不义之财啊，给耗了个七七八八。然后您就隐退了？树大招风了，赢了，又有什么用？我当时吧也有点个人原因。其实啊，这虚名和福利啊，还真不如这桌烧烤来的实在。我们陈家都是经商，从没出现过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这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吧，还非要给我叭叭叭的做生意。这是首富您家传的经商头脑。狗屁经商头脑！你看他非要做生意，做什么玩意儿？哎，爸，你就别训我了，我哪能跟你们比啊？再然后呢，你就没打算再付出？我现在呢，也就是一玩票啊，偶尔动动手指也是兴致所致，从没想过还能回到从前。所以，您就伪装成一个普通老头儿，看着我为了点项目求爷爷告奶奶。傻儿子，这不挺好吗？让你知道这人间疾苦，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的？你说你啊，好好的博士不去读，非要吵着做生意。老管啊，回去以后给我老老实实的去考博，听见没有？老陈呐，这旧序完了，牛皮也吹完了，也该让这些小辈们撤了吧？啊？10年前的手下败将们鼻子可灵着呢，你这一露面，消息肯定藏不住。他们在这里啊，碍事。你们几个今天听到的、看到的，全都给我烂到肚子！现在立刻上车，离开这里。是，
钱夫人，你接受我们这就走。高层，爸，您这是要跟石大家族决一死战吗？既然你都已经隐退了，为什么不继续瞒下去呢？这自古只有做贼欠事，哪有防贼欠事的？你放心，来之前我跟你秦姨商量好了，这次石大家族要是再敢招事，我就打断他的腿。可是，行了，听秦姨的，回去吧。记住啊，答应我的事儿。我的天哪，首富！陈一鸣，你爸是首富啊！我这小心脏，今儿这经历啊，够我吹一辈子牛逼了。哎呀，快走吧！秦夫人的眼神吓死我了，感觉要出事啊！可是我爸他……你再说。老板，你先回去吧。今天的损失，明天会有人10倍补偿给你的。哎，你呀，还是那么雷厉风行。是你太优柔寡断，当年也是，现在也是。你还是要怎么和找上门啊？该来的总会来。再说，躲了10年，也是时候了。包子，这次干得漂亮啊！回去我给你请头光。谢谢辉哥。走。马爷，马爷，各位老大，那老东西啊不，陈明远他就在里面。这个秦夫人也在。20年了，陈明远终于舍得露面，当年的账好好算算。陈明远，别来无恙啊！我说马子，20年不见，你这阵仗倒是见长了。带着这群乌合之众是来给我请安呢，还是来找回当年厂子啊？哼，陈明远，死到临头还这样，你以为现在还是20年前吗？时代变了，你隐退这20年，我们石大家族可没闲着。现在的申城是我们的天下。陈明远，当年你卷走我们那么多资产，多少人家破人亡，今天就让你连补带利的吐出来。吐出来？哼，就凭你们几块料啊！马老三，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是怎么跪在老陈面前求他放你马家一马的？秦小霞，这里没你的事，别以为你秦家现在势大就能护得住他。今天我们是来清算旧账的。算旧账？那好啊，咱们好好算算，你旗下3家上市公司是靠什么起家的？要不要我在这些小辈面前好好跟你说道说道？那又怎样？我们当年起家确实手段不光彩，但是现在我已经洗白了，我是合法的商人，谁能拿得住我的把柄？把柄？哎，巧了，我这儿呢刚好就有一个马氏集团的家族账本。这是我马家的账本，明明给他锁到我的保险柜里，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个？我怎么拿的你就甭管了，你猜就靠这东西，能不能把你送进去再关20年？这，还有你，徐坤，你们老大黑蛇是怎么进去的？你比谁都清楚。你跟着石大家族在这为非作歹，就不怕我把你送进去跟你老大团聚吗？你怎么知道？
十大家族，哼！就凭你们这帮臭鱼烂虾，还敢跟我较劲？陈明远，你早有准备。我说过了，该来的总会来。我既然敢出来，就没怕过。10年前不怕，现在也一样。哼，陈明远，死到临头还虚张声势，你以为拿个破账本就能吓住我？20年。哼，生成的天早就变了，你那些过时的手段不管用了。陈先生，久仰，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只要你交出当年拿走的所有资产，以及这10年间的收益，我们可以考虑让你和你的儿子安稳度日。你是赵家那小子？可是你怎么跟你爹一样啊？总是做白日梦，还要让我交出产业来托管，你就不怕你们赵家吃不下噎死啊？马老三啊，我要是你，现在就带这些人滚蛋，趁现在还来得及。秦小霞，少吓唬！今天你和陈明远诚是难废。我说你马老三这10年了，怎么还变得这么沉不住气呢？带着这群臭鱼烂虾，你就觉得能把我怎么样了？你们10大家族当年联手，那阵仗可比这大，结果呢？哼，陈明远，你以为这还是10年前？哼，时代变了，这10年我们10大家族韬光养晦，早已恢复了元气，是吗？再看看你，一个躲躲藏藏10年的老乌龟，除了躲在女人背后，你还有什么？哼，你那些过时的商业手段，早就跟不上时代了。马老三呀，马老三，你的嘴还是那么臭啊！过时，那你所谓的跟上时代，就是垄断、放高利贷、搞灰色收入啊！你说你整整10年了，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哼，少他妈废话！陈明远，今时不同往日，我也不是当年的马老三了。我现在掌控的马氏集团，资产遍布东南亚，关系网直达天庭。你是我，就像你是一只马。今天我就要把你加注在我们10大家族身上的耻辱连本带利回来。看来今天你是铁了心想自取其辱吧？也罢，你想怎么玩？玩个灯。简单，我们就来一场对赌，就赌你名下，或者说你隐藏起来所有资产。行了，这把跟你赌。哈哈，如果你输了，把你所有的资产，还有你的股份、基金，全部转让给我们10大家族，然后跪下给我们磕头认错。好，那你输了呢？哈哈，我输？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输？有赢就有输。再说，你赢不？如果我输了，马氏集团连同我个人名下所有的全部归你10大家族，从此以你为子。马氏集团，你们靠着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积累起来的垃圾呀，我还真看不上。不过呢，既然你送上门，我就替你收拾收拾。喂，我是陈明远，针对10大家族的狙击计划，现在开始。好了，好了，什么好了？你搞什么鬼？别着急呀，一会儿你就可以看戏。我建议你啊，现在好好看看马氏集团的股票，以及10大家族所有核心产业下的股市行情。不，马爷，我们的股票崩盘了！刚刚上市的海威食堂已经
出现巨额抛单，股价断崖式下跌，已经触犯垄断机制啊！是吧？不可能，谁干的？什么？你这暴跌，怎么回事？啊！我们海外的基金遭到了不明资金的狙击，损失惨重。这些只是开胃小菜，10年前我们让你们10大家族的财富一夜之间缩水了，10年后一样。陈明远，这是个妄议做空，是违法的。违法？跟你们10大家族讲违法？我这次就是要把你脸更霸气。你马老三，你真以为我推你这10年是去要你们10大家族做的每一步货账，干的每一件见不得人的勾当都看在眼里，就凭这些证据，你就让人恼火足状。你们几个，你们在干什么？赶紧反击呀！马家主，我们天汇集团决定终止配型的合同。不要！你们不能擅自终止！喂！什么？你们银行要收回对我们的贷款？这……明天你们主动去该去的地方，交代所有该交代的问题，退还所有非法所得，我还能给你们家族留点血。否则的话，陈明远，你这是在找死！赶紧住手，停止对我们的狙击！马老三，有你这么求人的吗？着急嘛，再看看新闻。最新消息，多家国际权威金融机构同时发布报告，质疑马氏集团及关联企业财务状况。放弃！还有，多家合作银行宣布暂停授信，监管部门宣布对马氏集团涉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行为立案调查。你早就布置好了。我只不过是把你们这么多年干的那些肮脏的事稍微整理一下，送到该送的地方，顺便呢，在国际市场上都能像这样。你隐退10年，怎么可能布置这么大的阵仗？王老三，时代变了，现在资本的玩法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高级。就你那边残渣，经不起这。不可能！陈明远，你一定是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我不信。我还有底牌！哦，还有底牌？那一起亮出来吧，省得待会儿输得不甘心。陈明远，你别得意，你以为我只靠我自己吗？我背后是环宇资本，他们是国际4大对冲基金之一，是我最大的合作伙伴和靠山。动了马氏，就是动了环宇资本的利益，他绝不会杀后悔。环宇资本就是那个以手段狠辣、行事诡秘著称的基金。环宇，就是那个总部在关曼群岛，实际掌控人是老约翰那个。你怎么会知道？嘿，巧了，我跟老约翰有点交情。不可能，少放屁了！约翰可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权贵，你怎么可能跟他有交情？嗨，这年头谁还不是个权贵？喂，教官。陈先生，是你吗？这真是我意外的荣幸。是这样，我呢在阻击马氏集团，他们的家主说受你们环宇资本。姓马的那个蠢货，陈先生，我与他的公司只是微不足道的财务投资，我向你保证，环宇资本与他没有任何特殊关系，也绝不支持他的任何行为。原来是这样，谢谢你的澄清，晚安，教官。谢谢，我错了，求求你，高德贵是放我一马，放马氏集团一条生路，求你了啊！马三，我给过你机会，可你不要，现在求你，
完了！求你，你不能这样！求你，别让怀女自己封杀我，那我就真的死路一条了。现在知道吧？早干嘛去了？你和石大家族这么多年来干的那些勾当，一件件的，难道要我都给你说出来吗？我知道错了，你别夸大，我一定听听到。从此以后，我就是你蓝天马后的狗。路呢？我已经指给你了，你主动去自首，把你们马家还有石大家族这么多年干出来那些所有勾当，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我相信法律会给你公正审判。我自首，我的自首，那样我就全完了，我们家族就完了。秦爷，你换个条件，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多少钱我都给。马老三，要么自首，要么你就等着被环宇资本封杀。我劝你去啊，被环宇资本封杀的滋味可比坐牢难受多了。你知道自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半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意味着我要在牢里痛苦去世。我不甘心。你不甘心？你让徐坤去收保护费的时候，那些被收保护费的人甘心；你把别人害得家破人亡的时候，他们甘心；骗走人家终生积蓄的时候，那些人甘心吗？陈明远，这是你逼我的，你不让我活，那我就去死好不好？你们还让他干什么？给我抓住他！控制住陈明远，我们就能翻盘。拿下他！小夏，他们好吵。马老三，你是不是忘了我胭脂虎的名号是怎么来的？哼，你再厉害，你也就是一个女人。我们这边这么多人，你怎么打？是吗？那你可以试试。哼，试试就试试。马老三，10年了，你是不是忘了，在整个南大夏的地下世界，究竟是谁说了算？你还真以为我秦小霞只是个会做生意的富婆啊？秦姐，我错了，我错了，我自首，我现在就去自首，求你别杀我，别杀我！别忘了你自己说的啊，主动去自首。现在滚吧，少脏我的眼睛！小夏，行啊，身手一点没退。还不是为了给你个老家伙擦屁股啊！来，再吃点啊！辛苦你啦！哎。昨夜至今晨，马氏集团及其相关企业股价遭遇断崖式下跌，多家机构宣布终止合作，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昔日商业巨头马氏集团即将破产。爸，昨晚的生蚝味道不错，不过就是蒜放的有点多啊。我不是说生蚝，我是说石大家族。哎呀，一鸣啊，这些事情是你该操心的吗？你要操心的是好好的准备考博。爸，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隐藏起来。如果我们早就知道你是首富的话，还用得着拼命吗？不拼命你干嘛？他没当富二代啊！你看看你那哥，那就是前车之鉴。爸，老二出大事了！爸，不好了！鼎坤资本那帮王八蛋突然对我们蓝信集团发起恶意收购。鼎坤资本就是近几年在国际上声名狼藉的秃鹫基金，在国内扶持的集团。对，就是他们。他们为什么会恶意收购我们？
我怎么知道？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悄无声息地吸纳了我们大量散股，现在联合一些小股东，想要强行召开董事大会，逼我下台。逼你下台？他们准备十分充分，资金量极大，而且似乎对我们的底牌特别了解。老二，你现在立刻跟我回去处理。你喊我干什么？叫咱爸呀！爸，你可不能不管啊！蓝星集团可是你的心血啊！我的心血？那我怎么记得某些人成天喊着要做一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就是不做那个破总裁呢？那也不行，就算我不要，也不能便宜顶坤资本那帮王八蛋。行，臭小子还算是有点志气。爸，你真不管啊？你认识那么多大佬，你随便打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吗？什么电话呀？我就一退休老头，哪认识什么大佬？爸，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是你俩使什么眼色呢？对啊，老二，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前2天你跟爸去生辰是怎么拿下10%股份的？我听说赤城科技的股价10%已经涨到了6000万。是啊，你问咱爸，咱爸的身份可不简单啊。他能有多不简单？不就是以前做生意有点门道，现在时代变了，顶坤资本玩的是资本运作，是金融战。爸那套方法早就过时了。过时就过时吧，反正这事儿你们俩自己处理。等这关过了，一鸣，给我老老实实的去准备考博，听见没有？去，别打扰我睡觉。这个王八蛋！哥，顶坤资本的代表说，明天就要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明天就开？是，他们手里掌握的股份，再加上他们拉拢的小股东，已经接近30%了。要是在股东大会上再争取到几个摇摆的股东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妈的，这帮吸血鬼肯定是看我们刚刚经历了青云公司的事情，觉得我们内部不稳，想要趁火打劫。哥，你怎么还骂人呢？没说你。什么？顶坤资本的人要见我，已经到楼下了，让他们滚。算了，让他们上来。陈总久仰了。陆总好手段，不声不响就兵临城下了。商场如战场，陈总过奖了。我这次来是给陈总指条明路，只要陈总愿意配合，主动让出你的总裁之位，并且说服股东会，我可以保证，陈总个人还可以保留一部分股份，足够你下半辈子继续当你的富二代。我要是不配合呢？那就明天的股东大会见分晓。不过我要提醒陈总，我们顶坤资本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失手过。对了，这位是陈一鸣先生吧？听说你主导的青云公司收购案很是精彩，我们顶坤很需要你这样敢于创新的人才。你别在这放屁！够了！这里不欢迎你，请便。哼，告辞，明天见。哦，对了，顺便告知你，明天过后要离开这，就是你们哥俩。哈哈哈哈哈！完了，这次真的麻烦了。麻烦什么呀，哥？你去请咱爸来帮忙就好了。找他有什么用？他都这个年纪了，你指望他来跟顶坤资本斗？咱爸来帮忙，他们都是一帮臭鱼烂虾。得了吧你大哥我这么多年总裁也不是白干的，明天我就跟他们好好斗一斗。哎呦，
爸又不让我告诉哥他的身份，哥要是把蓝星集团给赔进去，可怎么办啊 ？How are you？ 范三克鲁，and you。陈明远，你儿子都快变成成家底了，你还有心思在这学英语？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嘛。再说了，蓝星集团这招牌倒就倒了，正好程烨这臭小子做他的富二代去。你少来这套！你陈明远护犊子是出了名的，10大家族你都能一夜之间掀翻，区区一个顶坤资本，你会放在眼里？有些事儿啊，他得自己摔一跤才知道。这有些责任呢，他得自己愿意承担才行。我现在要是杀手啊，那更会依赖我了，更想当个富二代嘛。所以你就由着程烨胡闹，甚至看着他可能一无所有。哎呀，小孩子摔个跤而已，怕什么？又不是站不起来。坐下喝茶。陈明远，你走你的道理。哥，你已经一夜没睡了，趁着股东大会没开，赶紧休息一下吧。现在这个情况，我怎么睡得着？哥，你就听我的，去找爸帮忙吧，他现在肯定有办法。找他，让他看看他大儿子有多没用，然后乖乖把蓝星集团交出去，让我当那个游手好闲的富二代。哎呀，爸不是这个意思，他想让我怎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是蓝星集团总裁，就算我有证。刚刚查到鼎坤资本又在2级市场秘密吸筹，他们持有的股份可能已经达到32%了。32%，那他们已经可以影响我们的董事会了。而且他们联系了多位持有少量股份的退休元老。王八蛋，他们肯定是给出了我们无法匹配的价码。哥，咱们手里的资金大部分都压在几个长期项目上了，根本无法动用更多的资金在市场上跟鼎坤资本抗衡，或者开出更高的条件回购股份啊。已经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就坐以待毙吗？不管了，先开股东大会。我就不相信咱爸创立的蓝星集团就能这么轻易的被他们夺过去。陈总，考虑的怎么样？现在认输还能出息？陆鼎坤，蓝星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创立，只要我陈晨也还是总裁一天，就绝不会把他交到你这种人手里。很好，那就开始股东大会吧。今天我要让你彻底死心。各位股东，蓝星集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历经风雨，但从未倒下。这次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应对方案。陈总，空话就不要再说了。鼎坤集团给出了溢价30%的收购合同，这实实在在的钱呢，比你画大饼可吸引人多了。是啊，程烨，我们都知道你对公司的付出，但是你也要为我们的利益着想啊。陈总，看来人心所向，我看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主动辞职，体面退场，对大家都好。陆鼎坤，蓝星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创立的，只要在我手里，就绝不会让他轻易易主。各位，请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相信我们给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投票吧！我提议罢免陈承业，总裁职务由鼎坤资本陆总接手。陈明远，差不多得了吧？你再不出手，你大儿子就要被人从自己公司里扔出去了。哎呀，天还早，摔得不够狠，他记不住疼。你呀，心是真硬，明明都安排好了，非要看他出尽洋相。这所谓玉不琢不成器，
那小子呀，顺风顺水太巧了，总觉得坐到那个位置是靠他的能力，却忘了下边有那么多人给他兜，包括我这个他一直看不起的老弟，正好这次让他看清楚。你就不怕玩脱了？这顶坤资本的背后也不简单。一群跳梁小丑，我隐退10年，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正好了，这次一块清算。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不急，等投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是真受不了你们父子俩，一个比一个能装。得，我受不了了，我先过去。哎，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罢免陈承业总裁职务，由鼎坤资本陆总接手。我同意，我也同意。看来结果很明朗了，陈总承让了。陆总，蓝星集团还是在你手里更为合适啊。等我拿到了股权协议，今年的分红全部翻倍。哥，早让你跟爸好好说说了。慢着！这是胭脂虎的秦小霞，她怎么来这儿了？秦夫人，这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这里是蓝星集团内部的股东大会，似乎跟您无关啊。以前是无关，但现在有关。1个小时之前，我正式收购蓝星集团分散在外以及几位有意转让的股东所持有的共计15%的股份，也就是说，现在我是蓝星集团的重要股东之一。秦阿姨，陆总，现在我以股东的身份支持陈承业先生继续出任集团总裁一职，你的罢免提案可以作废了。秦小霞，你不要以为你手里的15%就能扭转乾坤，我们鼎坤和盟友股权比你们的多。哦，是吗？那你可能忘了算另一位股东的份额。谁？我呀。爸，你是谁？这里是我们蓝星集团的股东大会，闲杂人等出去！臭小子，撑不住了吧？您是陈老董事长？老董事长？原来是你，你就是陈承业那个退休在家的父亲啊！你也买了我们蓝星集团的股票，买了多少？100股还是200股啊？没多少，就是这刚创业的时候呢，留了点员工的激励股，这儿分分那儿送送，我也没仔细算过。就这个，应该是占集团总股份的20%。不可能！蓝星集团的股权结构我查得一清二楚，这么大的份额隐藏股东根本不存在。那是你自己查的不够仔细。这份股票一直是在瑞士一个私人银行代持，他们不参与具体运营，只管分红，所以一般查不到。爸，您这真是……拿着吧，自己公司的东西自己好好保管，加上你秦姨的15%，还有你自己和支持你的股东。我说陆总啊，你现在觉得你那点股票还够看？爸，您真是我亲爹，亲爹啊！陆鼎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我跟我爸加上秦夫人的股份，已经有了绝对掌控权。那你怎么样？陈明远，我知道你有点家底儿，可时代不同了，现在玩的是资本，只要我肯花钱，你们那点股权，我照样可以强行拿下。资本？没错。你知道我们鼎空资本的背后是什么吗？
不就是秃鹫基金吗？有什么可狂的？你们秃鹫基金还没有资格把手伸到大厦来。秃鹫基金只是我明面上的背景，我鼎坤资本的最大掌控人，其实就是国际4大对冲基金之一的环宇资本。什么？环宇资本？你跟他们还有关系？没错，就是环宇资本。约翰先生把资金交给我，就是要我收割大夏国境内所有有潜力的企业。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没事，想到点高兴的事。老约翰这种财力，谁允许他把手伸到国内的？老东西，你胡说什么呢？约翰先生的名字，其实你能叫。老约翰，谁允许你把手给我伸到大夏境内？还有你那个鼎坤资本，马上给我滚出大夏！要不然剁你的爪子！10分钟，否则后果自负。老东西，你演戏给谁看的？10分钟，你以为你是谁呀？喂，约翰先生，什么？你要终止跟我们的合作？喂，不可能啊！环宇资本的约翰先生怎么会被你一个电话给吓跑了？如你所见，老约翰已经终止了跟你们的合作。不可能！你一个退休的老东西，怎么可能一手遮天？老陈他不需要遮天，他就是天。算你狠！今天我认栽了，但是我还会回来！哼！爸，您真是神啊！原来您才是最大的 boss。爸，您真是神啊！原来您才是最大的 boss。您早说嘛，害我们担惊受怕那么久。哥，这回总该相信咱爸了吧？信了，心服口服。爸，以后您说往东，我绝不往西。爸，接下来我们会议还没结束。陈总，我们都是被陆鼎坤给蒙蔽了呀。对，他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支持他，就让我们破产。可我怎么听说，就在鼎坤资本吸纳股份的前期，你们就主动去接触，还透露了不少蓝星的内幕消息，换取了不少好处费。你怎么知道？程烨，将这2位跟鼎坤资本的资金流水给各位股东看看。是。这，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按照公司章程还有证券法律，你们必须给我吐出所有的非法所得。蓝星集团将保留追求你们法律责任的权利。法律责任？现在请你们主动辞去董事会的职务，并且按照入场价将你们名下所有蓝星集团的股份转让给程烨，有意见吗？没意见。明远老弟，咱俩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我承认这次是我老糊涂了，听信了谗言。但你看在我为公司效力多年的份上，你挪用项目部备用资金，在澳洲输了3000万，害得城西的那个项目差点停工，我还没找你的责任，你现在跟我谈交情，你引咎辞职吧，把窟窿补上。看在你这么多年来的确为公司出过力，我就不送你去坐牢。至于你手中的股份呢，按市场价的7折转让给一鸣，算是给你孙子留点学费。好。蓝星集团是我陈明远一手建的，他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在座的大多数共同的努力。我不管你们私下里有什么小心思，但是有一条底线。谁要想从根上毁了这家公司，那就是跟我陈明远过不去。不会。今日之后，程烨继续担任蓝星集团总裁。我希望诸位能像支持我一样去支持他。如果有人觉得跟着我陈明远的儿子没前途，
那就现在提出来，我按市场价溢价10%收购其股份，不用勉强。感谢各位股东对我的支持，我陈诚业一定不会辜负大家还有我爸的期望。程业，这公司交给你呀，是想让你把它做好，不是拿来炫耀的。你要脚踏实地，别再老想着做什么富二代啊！是，一定。老陈啊，事情都解决了，我走了。这次下，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谢谢。爸，你看霞阿姨对你真是一往情深啊！她要颜值有颜值，要实力有实力，你就不考虑考虑吗？闭嘴！好好考你的博士，话事少操心。爸，老二说的对呀，你更少说话，管好你的公司。通知下去，明天晚上我请客，全公司聚餐，庆祝我们蓝星集团成功击退秃鹫基金，也庆祝本总裁，位置坐得更稳了。好的，大哥，我马上安排。哎，哥，这次可多亏了爸。哎呀，是呀，要不是爸最后拿出杀手锏，这一次我们真得阴沟里翻船了。我以前还总觉得爸就是个固执的退休老头，只会逼我做生意，逼你读书。没想到他才是真神。走，老二，我们回去好好谢谢吧。爸，我们回来了。看，我们给您带了什么好吃的？都处理干净了，干净了，都处理干净了。陆鼎坤那小子灰溜溜的就跑了，估计这会儿正被国际刑警盯着呢。爸，您可真行啊，藏得够深的呀，那可是20%的股份。爸，您真是我亲爹，比亲爹还亲。臭小子说什么胡话，老子就是你亲爹。哎呀，是，我的意思是，您真厉害。爸，既然你有那么厉害的本事，为什么一开始要瞒着我们？我要是早点知道的话，一开始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呀。哥，少说两句吧。爸，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蓝星集团可能就……我跟我哥欠你句谢谢，什么欠不欠的？蓝星集团本来就是我留给你。爸，我还是不明白。既然你有那么强大的本领，为什么要看着我碰壁，看着老二被骗？如果你一开始就出手的话，我们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因为我答应过你们母亲。陆瑶和秦小霞不是一种人，小霞是属于那种风口浪尖上的人，而陆瑶呢，只是一个渴望平凡生活的普通女人。刚结婚那会儿啊，我们日子过得很苦，可她从没抱怨。后来生意越做越大，这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啊。她怀着程烨的时候，就成天的精神紧张。有一次，她带着刚刚学会走路的程烨
还差一点被人给绑架了，还差一点被人给绑架了。什么？竟然有人敢绑架我和我妈？是谁？我早就收拾过他们了。虽然那次的事儿没有对他造成伤害，但是他也吓坏了，从此就落下了心病。他很不喜欢过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更担心你们两个会因为我的原因而生活在危险和财气里。那时候您就有隐退的想法了？对，后来他生下了一病，病情就加重。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对我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我不要告诉你们两个我的真实情况。他希望一鸣不要接触生意场的黑暗，希望一鸣能靠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能安稳度日的人。他希望程烨能像一个普通的富家子弟一样快乐就好。如果他不喜欢，就不要给他很重的担子。这都是我答应他的，这都是我答应他的。所以，爸，您就让我去考博士，也是我妈的遗愿。对，爸，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妈她都过去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不是不想帮你们，也不是怀疑你们的能力，这是我对一个逝者最后的承诺。老陈，方便吗？说几句话就走。坐。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是不是打扰了？没有没有，霞姨，您快请坐，我们已经聊完了。霞姨，您这是？啊，我来跟你爸道个别。今天晚上的飞机去欧洲，有个长期项目，短时间内不会再回来了。霞姨，您要走啊？您这才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我们还没来得及谢您呢。谢什么谢？瞎客气什么？陆瑶要是知道他两个儿子都这么有出息，一定会很欣慰的。霞姨，您也认识我吗？我和陆瑶曾经是最要好的闺蜜，无话不谈的那种。只可惜，我们都爱上同一个男人。他很傻，明明心里怕得要命，却还是因为爱我，远离宁远，一直默默忍受着，直到崩溃离开。我也很傻，明明知道他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已经给了别人，却还是不甘心，等了1年又1年。老二，你知道这事儿不？我只知道霞姨对咱爸有意思。陈明远，我心小霞这辈子争过、抢过，也等过，我从不后悔爱上你，也不后悔帮你的儿子，但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霞姨，您这是？陆瑶希望隐藏身份，是希望儿子们平安。可是你看现在，程烨和一鸣都已经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有自己的坎儿要过。
你不可能永远只躲在暗处保护他们。我说这些不是要逼你做什么选择，我只是想告诉你，陈明远，我放下了，放下对过去的执念，也放下对未来的期待。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那给你啊，最后一次了，以后你要想吃啊，让你儿子给你买去。程烨、一鸣，以后好好照顾你们父亲。我走了啊，明远，保重。爸，霞姨她……爸，我不知道您怎么想的，但是我妈她在天之灵，一定不希望看到您孤独终老。我跟我哥都长大了，你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哎，年纪大怎么了？人家都说莫欺少年穷，莫欺中年穷，莫欺老年穷。你臭小子闭嘴，说什么屁话！老二，你有文化，你说。霞姨她这么多年对您一往情深，我相信妈妈在天上看到了，也一定会希望你们两个互相扶持终老的。你俩在牙冷子，这才是我爸。秦姐姐，秦姐姐，该登机了。啊。啊。必须做滑稽，解冻我所有情绪，一字一句释放委屈。小夏，人们总是要等到失去。等等，秦姐姐，那我就先登记了。赌气来不及说，其实我应该承认都是我的错。也许失望累积了太多，兑换冷漠，把心上锁，越是若是反驳。你怎么来了？是公司还有什么手续没办妥吗？不是公事。那你总不会是专程过来送我的吧？我们之间好像不需要这种客套。我来就是想问你个问题。问题？陈明远，我们之间是还有什么没说明白吗？你说你放下了执念，放下了期待，是真放下了吗？当然。那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你不想让我走，你不想让我走，我就不走了。陈明远，你是不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如果你真放下了，你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你只不过是拿离开掩盖你的失望而已。失望？是，我是失望。我失望的是，我等了这么多年，还是要看着你守着另一个女人的承诺，而把自己困在原地。陈明远，我不是程璐瑶，我也会累，我也会痛。我来不是求你原谅我，也不是来拿过去去绑架你，我只是想告诉你，有些承诺我遵守了一辈子，可有些愧疚和亏欠，我不想再带进坟墓里。小夏，你愿意吗？
怎么我转身发现只是落叶，在空中孤独的盘旋，像未落款的信件，去地点，我只好一支线，慢慢的、深情的、安静的在写。